大家好，我今天来教大家我平常录制教学影片是怎么设定的。最简单的方式，我最常使用的软体是 OBS， 这是一个导播软体，但是通常我只拿它来做教学影片的录制。最大的优点是它免费，也有很多客制化的功能。接下来根据你的系统去选择你的版本就可以了，也有支援 Mac。下载完成之后，我们到这个界面来，我们要设定一个新的场景。这个场景就是我专门来录我教学影片的场景，所以大家有看到我这边有一个3师爸频道的场景，所以右边就会有我所有的设定。那我从这边教大家怎么样去设置一个你录教学影片的场景。按加号之后，我们输入这个场景的名称，有助于你辨识这个场景是拿来做什么的。所以这里的话，我输入录制教学影片的场景，进来之后，它会全部都是空白。接下来你要设定这个场景的来源，就是把所有你要在这个场景里面需要用的东西，把它全部加进来。比如说你要录制的画面啊，你的收音的麦克风啊，那一般我常用的比较简单的就是必备的那几样。接下来按这个加号，点它。首先呢是要截取我们录制教学影片的画面，通常都是我们的电脑画面。如果你有双萤幕的话更好，如果你没有双萤幕也没有关系，截取这个画面就好。所以这里的话你要选择显示器截取，一样为这个显示器建立一个名字。比如说我的画面是 ID2456，确定。这里的话会出现你目前安装的显示器让你截取。那因为我都是习惯使用双萤幕，如果你只有一个萤幕的话，就选你目前这个萤幕。然后在截取游标部分，看你要不要开。有时候我们在做教学影片录制的时候，会不希望游标加进来，所以你可以选择要不要开启游标。有时候要开，有时候不用开，你自己决定。按确定。接下来当然最重要就是声音。我们在录制教学影片的时候，其实收音是很重要的，所以请你务必要有一个好的收音麦克风。有的笔记型电脑它的麦克风已经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像最新的 MacBook Pro， 我觉得它内建的麦克风就收音就非常好。如果你的笔记型电脑你的装置收音没有很好的话，请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收音机器来保证你收音的教学品质，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后置在剪辑的时候会根据我们收音的音轨来去做剪辑，所以收音很重要，收音很重要，一定要讲3遍，收音很重要。所以一样新增来源，选择截取音讯输入，为你这个音讯的来源建立一个名字。接下来这边就会有你系统所有的可供选择麦克风，选好之后，在你这个音效混合器的地方看一下你的麦克风声音有没有进来。所以你看，像我这边讲话的时候，我的麦克风是有作动的。再来特别注意是，你必须要保证你正常讲话的音量不会到达红色的区域。如果会到达红色区域的话，要把这个音量降低，因为到达红色区域代表你的声音爆掉了。爆掉的声音是没办法拯救的，所以一般我会建议就是声音调小一点，我们后置可以放大，但是不要让它爆掉。你可以在这个进阶音讯属性的地方进去做调整。我会建议你，如果声音会爆掉的话，把它调小一点，后置还可以救。你大概测试一下你的音量在绿色跟黄色这个区域跳动的话，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在这里的话，你要确保你收音没有爆掉。接下来我们要将我们的人像放进去。如果你的教学影片是要露脸的话，你是不是就要需要把你老师的人放到画面上面去？像你现在看到我的教学影片这样，画面左下角会有一个圆框，那老师的脸就在这边。在 OBS 里面要怎么做呢？我们要新增一个视讯截取装置，为来源建立一个名字，选择你要拍摄你老师人像的摄影机。像我现在画面是反的，你可以去做一下调整，看你要镜像啊、旋转啊、要变形都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按右键，在变换的地方，这边就有很多调整的选项。好，像这样就调整好了。再来，我这个画面呢，我必须要跟我的主画面做搭配，所以你看一下，在来源的地方，我人像在最上面，所以这边有一个图层的概念，我的荧幕在下面，人像在上面，这个图层顺序是对的。但是我的人像大小是不是盖住了我的荧幕？所以我要调整大小。所以在你点选人像之后，画面框会出现红色框线，你就调整你的大小就好了。所以你会发现说，我这个人就可以放在任意的地方，所以看你要放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比如说我要放在右下角，我希望我的人像在这个地方。设定好之后呢，我希望说我的人像能够完美的融合在我画面里面。那你会看到我后面有一个绿幕嘛，所以我就需要对这个绿幕做去背。接下来确定你的来源在你人像的地方选择滤镜。接下来在下方这里选择一个特效滤镜，按加号，
选择色度键，绿区名称可以不用改。点了之后呢，原则上你的绿幕的光线打得好的话，预设值就会帮你自动去背了。我会建议这边的设定都不要调，去调整你的绿幕的光线就好，确保说你的人像前面的光线是平均分布的，而且有足够的光线，原则上去背就可以去得蛮干净。接下来按关闭，所以你现在看到我的人是不是可以在荧幕上面完美的去背，融合到背景里面去？好，所以这个图层的概念，人像必须要在你的截取画面前面。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加任何的东西进去。那因为我们只是录制教学影片，我们不需要那么复杂，大致上就设定完成。那你要录制影片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在右边的地方有一个开始录制，在录制前，我们先调整一下设定。比较需要调整的地方就是输出的地方。那因为我们教学影片嘛，所以其实它预设值就蛮好的。如果你有更高的需求，你看它上面的描述，你就知道怎么调。因为上预设的设定就够用的。你看一下你录影之后的路径去哪边，那可能画质的部分跟格式的部分，你稍微调一下。教学影片的需求没有很高，预设通常就够用了。那如果你有进阶需求，你就来这边调整。所以在这里，你只要按下开始录制，就会帮你录教学影片。那在这里还有一个启动虚拟相机，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按这个启动虚拟相机的话，它会根据你现在的画面，会帮你新增一个虚拟相机，所以你就多一个 OBS 的相机可以选。那你 OBS 的相机可以选的话，可以怎么样呢？我示范给大家看。启动虚拟相机，接下来你把这个画面开好。比如说我们在 Google Meet 里面啊，我想要用刚刚 OBS 的设定的时候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在 Google Meet 加这地方你就选 OBS Virtual Camera， 所以我们刚刚 OBS 的画面就会全部套用设定到这个地方来，等于是 OBS 就变成是你的一个虚拟相机，所以你会发现你的 Google Meet 上面就会有人物在前后面去背的效果，所以你就可以用这个相机来去参加 Google Meet 或者是去做一些分享。那这个的好处是你 Google Meet 如果是盯选你的人物的话，我们画面可以放到最大。比如说，现在你看到的是我的 Google Meet， 对不对？所以你看哦 ，Google Meet 的话，我的画面就会非常的大。我们自己看到的是反向，但是其他人看到的方向应该是对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画面放大，为什么？因为旁边就不会有人物。所以我们可以在使用 Google Meet 线上的研习或会议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整个画面放到满版，旁边就不会有人物。所以如果你使用 OBS 虚拟相机的话，可以在 Google Meet 里面把画面放到最大，做一些操作的时候效果会比较好。而虚拟相机它可以应用到所有的你要录影的平台里面去，因为它就等于是一个相机，你已经设定好的相机，你只要取用它就好了。那麻烦的地方是在于说，你在使用虚拟相机的时候，必须都要先把 OBS 先开出来。所以大家看到我直播或是我在录影片的时候，其实我都是使用 OBS。等到我录完教学影片之后，接下来就会进到后制，之后再另外做一期影片跟大家分享。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咯，我们下期再见，拜拜。